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香港分享頻道。今日係2022年6月13日星期一，第二期消費券。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第二期嘅消費券喺8月7日起分階段發放，總額5000蚊。今次安排係方便市民領取同埋擴大消費券嘅受優惠人士範疇。第一，增加咗電子消費券嘅選擇，增加至6家營辦商。為咗吸引消費者，相信會推出更多嘅優惠。自從去年實行電子消費券，營運商增加咗660萬戶以上嘅個人戶口登記，而電子商戶亦都增加咗13萬戶。第二，係盡量方便市民，唔需要重新登記。至於新申請嘅人士，可以上網登記同埋更改資料。至於唔識上網嘅人士，亦都可以到服務中心申請消費券。每名合資格同埋新來港嘅人士可以獲得合共1萬蚊嘅消費券，大約有630萬嘅市民受惠。申請消費券嘅資格係有3個條件：2022年6月30日之前要年滿18歲，係香港永久性居民或者新來港嘅人士。另一類新增嘅人士就係唔符合上述嘅條件，但有條件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嘅香港居民。因為過去嘅立法會同埋社會人士認為，受範圍適度擴闊，會給予半額嘅消費券，包括唔同計劃來港嘅專才同埋企業家來港嘅升學人士。最後，唔係已經永久離開或者意圖永久離開嘅人士，移民嘅朋友係唔係唔應該給予消費券，係有一定嘅合理性。上年計劃嘗試畫咗一條底線，如果之前連續2年都唔喺香港，就唔會發放消費券。今次經政府檢討之後，第一會考慮2019年6月18日至2022年6月12日期間是否有特別嘅原因長期唔喺香港，例如外國升學，仍然都可以申請。第二，有否以永久性理由提出有效申請，提早喺65歲之前 MPF 或者職業退休計劃中嘅利益。第三，身份證是否由本地簽發。第四，有冇其他資料顯示無意回港。如果新登記人士今年已經年滿18歲，係可以申請。除咗之前4個電子儲值工具之外，亦都可以登記中銀嘅 BOC Pay 或者匯豐嘅 PayMe。登記嘅安排，上年已經申請消費券嘅人士，今年唔想再轉，就乜都唔使做啦。而之前遞交過嘅資格審查冇問題嘅，就會按期將消費券發放到指定帳戶。之前冇登記或者想轉其他電子儲值工具嘅人士，就要重新登記。由2022年6月23日起可以開始登記，至到7月23日結束，為期1個月。如果需要登記，盡可能使用上網嘅電子登記。有特別需要嘅人士，會有8個服務中心可以幫忙。計劃重新登記或者更改資料嘅人士，登入計劃嘅網站之後，需要輸入身份證編號同埋簽發嘅日期，做簡單嘅認證就可以。如果係現有嘅登記人士，需要回答一啲保安嘅問題，做身份認證，例如聯絡電話同埋上次使用嘅工具同埋帳戶嘅相關號碼，之後就可以更改使用嘅平台，領取第2期嘅消費券。另外，建議市民提供電話號碼接收 SMS 短信。如果回答保安問題嘅錯誤嘅現有登記人士，可以填寫電子表格，包括姓名、電話同埋收取工具。而新登記人士要做多一步，就要作出聲明，提交之後就完成啊！不論係新登記或者更改嘅人士，提交後1個星期內會收到短信通知結果。而現有登記人士如果唔需要更改資料嘅話，喺登記之後1個星期就會收到短信，市民就會收到審查結果。身份證認證嘅話，仲有政府推出嘅智方便 Apps 可以使用。如果市民唔熟悉使用電子平台，政府會設有臨時服務中心。喺香港島同埋新界分別有3個中心，而九龍有2個。中心嘅開放時間係由早上嘅9點至下午6點，建議市民可以先做預約。另外，亦都有外展嘅服務幫助市民申請。八達通喺第2階段嘅消費券申請會分3期發放，第1期同埋第2期嘅發放金額都係2000蚊，分別喺今年嘅8月7日同埋10月1日發放。第3期就喺第1、2期發放開始之後嘅4至8個月，同埋消費金額達4000蚊，喺下個月嘅16號。換言之，最早可以喺今年嘅12月16日領取餘下嘅1000蚊。如果喺2023年3月30日之前消費達到4000蚊嘅話，就可以喺2023年嘅4月16日領取到最後1期嘅消費券1000蚊。其他領取消費券嘅電子工具方面，
第一期可以喺今年嘅8月7日領取2000蚊，第二期可以喺今年嘅10月1日領取3000蚊。兩期嘅消費券可以重疊使用，使用嘅限期係去到2023年嘅2月28日。新登記嘅領取1萬蚊嘅消費券嘅人士，八達通會分4期發放，頭3期會發放3000蚊，第3期會喺今年嘅12月1日發放，最後一期會喺累積消費達到9000蚊嘅情況下，就會喺下一個月16日發放，有6至10個月嘅限期使用，最遲喺2023年5月31日要達到9000蚊嘅消費。如果使用八達通嘅人士要做多一個步驟，就係要去便利店同埋八達通服務站嘅手機應用程式拍卡領取消費券。領券嘅限期係去到2023年嘅9月30日，其他5款嘅工具就唔需要呢個步驟啦。消費券係唔適用於政府收費、水電煤、金融網站嘅機構或者非本地網站嘅商戶等等。營辦商會用指定嘅電話號碼聯絡已登記嘅人士，喺消費券計劃嘅網站係可以查閲呢啲嘅營辦商。被問及對有意圖離開香港嘅人士唔能夠領取消費券嘅資格有所調整，陳茂波指出，申請消費券嘅資格條件有所調整，係因為其中一個意見係非永久性居民可否領取。考慮到消費券嘅目的係推動經濟，同埋喺可控嘅範圍之內有更多嘅人士受惠。如果資格嘅準則，新來港人士同埋單程證都係以永久居民為目的嘅。入境條件有限制，唔能夠成為永久居民，呢啲人都會包括在內，但係金額就會減半，得5000蚊。香港以外嘅鄰近嘅地方亦都有類似嘅做法。有人批評移民嘅人點解都可以領取，佢哋本身唔需要特定咁樣向政府報到。今年嘅做法係會再優化，如果永久離開香港或者有意圖永久離開香港嘅話，就唔能夠申請消費券啦。而八達通嘅3000蚊係有法例規定，但係其實合適嘅話，亦都有空間去修改。不過當中係有技術嘅限制。陳茂波亦都指出啊，經過同八達通營運商傾談之後，內部有電腦系統嘅調整，本身覆蓋嘅範圍好多，要對接商戶嘅電腦系統，考慮到實際操作同埋唔想推遲，就維持目前嘅運作。被問及消費券第2階段使用另一個電子工具會否有問題，陳茂波指出，今次嘅消費券第1期已經發放，第2期喺第2個支付工具收取都唔會有問題。如果市民已經取得單程證但係未嚟港嘅話，會睇下是否已有效嘅身份證，登記人嘅資格會由入境處幫手審查，唔會係由營辦商去做嘅。而聘請嘅承辦商係會抽查會否有人長時間唔喺香港，所有登記嘅人都會有機會被抽中。唔同嘅電子支付平台成功登記同埋發放所收取嘅服務費用都係一樣嘅。政府引入新嘅電子支付工具，對行政費係冇增加。最後，對於永久居留同埋新來港嘅人士，合資格嘅人士大約有660萬，涉及嘅金額約660億元。有條件成為永久居留嘅人數，亦都有30萬人，涉及嘅金額係大約有10幾億嘅。好啦，關於第2階段嘅消費券，暫時告一段落，我哋下次見啦，拜拜。